们现在来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有关于这一个矩阵表示式那英文叫做 matrix representation。那我们就来赶快来看看这一个矩阵表示式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跟规范的好，那因为我们在研究这个矩阵表示式的时候原则上就是说这个所研究的这些向量空间都是有限维的，都是有限维。那无限维那个比较属于泛函，比较 advanced 的部分呢，我们就在这边就比较不去探讨。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那所谓的矩阵表示式，就是说我给一个 T那它是一个线性映射是从向量空间 V 到向量空间 W。那当然就是它的存量空间就是一个 field 存量，我们就不要讲存量空间，讲存量好的好，那这里的话就是举例子假如说我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说这个课程的时候，用这一个M 或 N 来代表的时候，一开始同学比较不能接受，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假设说一开始的时候呢，好，我们来赶快看一下我的这一边的一个说明我的说明这样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先假设我的V 的维度是4维那 W 维度是3维用这样慢慢来推。那其实我写成4维3维的时候写起来也是相当的吃重但是同学会仔细的看到我在推的过程里面因为这个是整个线性代数非常重要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重新论述一遍好，也就是说只要是有限维的向量空间的那些行为的话，向量都可以被表示成这个向量表示式，线性映射呢都可以被表示成那个矩阵表示式。所以后面的那个探讨都会集中在这个向量跟这一个矩阵之间的一些数学行为所以后面的这些推导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以资讯工程的角度来看，就是等一个是资料结构的一个交代的好，我把线性映射要交代给矩阵好，那假设说这个是我的线性映射那 V 到 W。那这个时候呢，为了要让容易说明起见呢，我就开始来写假设说我的 basis 1 V1 V2 V3 V4 我就假设它是由 V1 V2 V3 V4 这样某一个basis 所那个描述出来的那第二个 basis W1 W2 W3， 那时候本来想写说3维映射到2维可是后来发现这样不够复杂，同学可能看不太清楚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我现在有时候我会写成 X， 有时候写成 V， 你们就注意看一下因为这个早先的课本在读的时候就有2-3套那 V 的话，因为现在有 V 空间跟 W 空间所以就暂时先把那个小写 V 先放弃所以就写成小写的 X。那它因为在V 空间里头，所以它一定可以表成 V 空间的这一个的线性组合那现在是4维我就不厌其烦把它写出来，有没有看出来？那映射过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映射过去变成 Tx， 变 Tx， 有没有看到那这个 Tx 的话一定很明显就等于对方的这个线性组合是这一个 W2 再加上 Y3 W3 这样那记得我刚刚才讲过的就是说最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要把它表成这一个向量表示式，有没有看出来？所以把系数给绕出来，所以这些符号你开始要非常的熟悉，因为整个线性代数最后全部要把这个事情全部交代到这一个矩阵跟向量之间的计算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整套线性代数的一个重要精髓，所以这一章会非常的重要好，那这个 Y 的话很明显就是在第二个 B2 的这描述之下的话变成 Y1 Y2 Y3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交代所以这边是非常的重要这样好，那在前面也讲过了，一个线性映射的话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我的 Y 嘛，这是我的 Y 对不对？好，这是我的 Y， 那我的 Y 是等于 TX， 那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就是记得在前面讲过说我要描述一把线性映射枪，记得我这个把线性映射把它当作是枪把定义域空间把它当作是子弹那对应域空间把它当作弹着有没有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没有问题那它可以映射出来，所以
这把现金映射枪，我要看它的映射行为，我要看什么？很明显，我要看它的这一个 TV1 的数学映射行为 ，TV2 的数学映射行为 ，TV3 的怎样数学映射行为，要看到 TV4 的数学映射行为，这样嘿。好，那这样的话，我就来开始看我这个它的映射行为。那映射行为我们可以假设它等于 A11W1 再加上 A21W2 再加 A31W3，因为对面是三维嘛。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哈，那这个就是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子哦。所以那等于是在这个 TV1 映射到V1 映射到这一个 W 空间去的时候，它的那个向量表示式就变成怎样？就变成 A11、A21、A31。你有感觉到我在做这个系数的变换没有？好，没关系，我先把它整个写完。好，你看，注意那个系数，我在写的时候那个的规律性，它的规律性非常的重要。这样吼，好，你可以看到我的规律性23W3哦，这个我以前在教书哈，这个也是常常会把下标给写错，会写错哈。那好，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变成第二个 column， 注意咯，有没有看到变矩阵的第二个 column？ 有没有看出来？那刚刚讲这个是 first column， 有没有看到这个矩阵的那个 first column 有没有？first column vector， 有没有看到这个变成怎样？这个变成是 second 有没有 ？second column， 这个规律性要记一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样哈 ，A13 第三个 column， 然后再来 A23， 那所以我就为什么说要这样慢慢写？我自己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当然也要写到手都酸了，有没有看到？那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同学要把这边的观念建起来哈，这个是整个以后学线性代数的一个核心。天气下比较冷哈，好，因为我这边会挡到了哈，我想办法来把那个整个调一下。好，这边变成是 A13、A23、A33，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第三个有没有？third column vector， 变这样看到。那再来第四个 A14W1 再加 A24W2， 好，那再加 A34W3，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就等于 TV4 映射过去的这个等于在那，因为对面的空间的基底是B2 有没有？那等于 A14、A24、A34，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等于是第四，有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说，第四好像好了，没关系的，我就把它写这个，因为这个第四这个比较难写哈。好 ，column 这个我到底有没有拼错？不管它，你们就有这个序词哈，顺序的序，first、second、third、fourth，forth 有没有？那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四个空间就是长得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回来再继续往下看。那往下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怎样？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来看看到底我可以把我的矩阵计算交给把我的线性映射的行为交给矩阵计算吗？所以下面这边的推导又是非常重要哈。好，我来推一下，你看，把刚刚那个式重新推一遍。好，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这样慢慢推一遍以后你认真看一遍，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因为按照多年的教学经验这边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同学呢因为这个符号的表现会导致同学们头壳会打结这样，所以我们现在1、2、3、4所以看好了，我动作写快一点你看这 A11 TV1 把它写进来 A21W2 A31W3 有没有看出来？那这样的话，那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同学，就自己也可以去推一遍像我这样在撰写的时候这一个我在整个在
推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再加第三个A13 W1 A23 W2 加 A33 那因为这个在写的过程里面就是说要训练同学对这个下标的变化，那到底有没有这个因为以前在教书的时候也都用黑板在抄的，因为数学都习惯用黑板抄的。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同学就会怎么样？哇，就比较伤脑筋，你们看到就比较伤脑筋。嘿，好啦，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把它做一个收官。收官怎么收官呢？我就把 W1 的整理出来，好，那再把什么样 W2 整理出来，再来怎么样呢？把 W3 整理出来。好，那我整理以后，你可以看到，你看你把它整理出来，有没有？这个都是很 routine， 但是这个的功夫你要去训练一下。嘿，那有时候我在写讲义的时候也是会写错，为什么？因为加缓，但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训练，所以这个你还是必须要很明确知道说 you can handle it， 就是你能够掌控它那这些下标全部你都可以掌控，所以我刚刚讲说有时候我在教学的时候稍微精神不好一点的话，下标都会写错，下标会写错这样。好，那好，这个下标我就是说把前面的这一些怎么样呢？把前面这一些比如 W1 我把那个前面的部分有没有？好，我找一个就是我的那一个W1 这个 W1 的系数W 系数整理出来然后这个 W2 的系数W2 的系数你可以看到，那因为它前面还有一个常数在，你看到如此类推那 W3 也是一样，你就可以整理，有没有？哇，太多东西的太多东西，所以这个你们就可以自己掌控一下。好，那我赶快把这边做一个收官所以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要把怎么样？要把整个式子你可以看到这整个式子我已经再重新 duplicate 一次给你们看到，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来把这个整个式子重新整理一遍，有没有？好 ，tx 你看，那记得它等于什么？它等于 y1 y2 y3， 不要忘了好，那我把这个系数全部荡出来，你可以看到我把这个的系数荡出来，有没有？这是第一个 component， 这个第二个 component， 这是第三个 component。好，不错。所以我就把 A11 X1 加上 A12 X2 再加 A13 X3 再加 A14 X4 A21 X1 再加 A22 X2 A23 X3 再加上 A24 X4， 哇，这个看起来就还很不错所以为什么他们在很多数学系的那个大讲堂的时候，他要很多的什么样呢？很多的这一个黑板的版面有没有？他让同学都可以来这个看到前后的变化那因为我现在写的是有点赶，如果下标写错，你们自己在讨论区上再帮我 po 一下。好，我就尽量可能不要再犯错。但原则上这个都已经被我们很清楚的把它记下来了所以在我们的头壳里面就知道原来我要这样的铺陈，我要这样铺原来就是这样。那最后你可以看到辛辛苦苦的推导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哇，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变成一个好漂亮的一个结果，好漂亮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变得好漂亮的一个结果，你们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结果，非常漂亮的一个结果非常漂亮。那中间当然就一定要推一次给你看，要推一次给你看，你才有感觉你才有感觉，哇，竟然那么漂亮那么漂亮。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怎样，在坐标系1那坐标系1到坐标系2的一个矩阵表示式，那算出来的结果就变成什么样？就在坐标系2里面的一个向量的一个结果，没有？好，那赶快来做一些收官所以到目前为止已经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个观念那把刚刚的东西整理成一个定理，就说好 T 是一个线性映射
有没有看出来？嘿，那好，那这些符号开始要看得懂，因为很多的数学课本就直接写的，就是 V 的话，它有一组基底叫做 BE 嘿，所以很多的课本就直接这么写的嘿，点点点有没有？哇哦，那这个直接写的嘿，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符号就更精简了，非常非常精简嘿，符号非常非常精简。但是你现在已经上到这边来的话，大概已经都没问题的嘿，所以很明显的。一下这样就很简洁，很多不用再很多绘画。V 空间的维度是 n 维 ，W 空间维度是 m 维。好，那我找到一组基底 V1、V2 到 Vn， 那另外 W 的一组基底是 W1、W2 到 Wm。注意了哈，那对于所有的 x 属于 V， 有没有？那你发现呢 ？Tx， 哇哦，因为它映射过去这等第二个空间的坐标系。那这个基底的表示方式，就是说矩阵表方式是从上到下，这是因为以前我读的课本，他喜欢这么写。那以后你们可以看到好多课本，他也会这么写，1到2。那但是因为我的习惯性就是已经是在以前读书的习惯的课本就是这样，看到嘿，好，所以这样子没问题的，没有？那这一个式子的话，就是说这个很明显，这是它的矩阵表示式，有没有？那矩阵表的第一个 column 就是 V1 映射过去的，在第二个坐标系的向量表示式。嘿，那第二个 V2 有没有映射过去？有没有看到点点点？嘿，所以这一些的基本符号这边的观念全部要清楚，因为这是整个线性代数的精髓，整个精髓就在这里哈，精髓在这里有没有？我这个会儿怎么写成这样子？好。没关系，再把它写好一点点，还是写成差，不管了哈。好 ，OK， 所以就是 A11、A12 点点点 ，A1n 有没有 ？A21、A22 点点点 ，A23 点点点有没有 ？AM1、AM2， 我告诉你，你在考试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你用带电脑进去打考题嘿。这些的撰写这边的手法的写法，你要非常的熟悉它是 m 乘 n 呢，注意咯，这个的 size 没有the size of matrix 就是这个矩阵，有没有看到the size of matrix 等于什么呢？这个等于是 m 乘 n，m 乘 n， 哇，太重要了嘿，哇，这个太重要了好。所以那有这样的概念之后的话呢，再做一个汇整就是说所以这个式子就是说我们现在很简单，就是说我有一个线性映射，我在这边整理给你们看一下，我再重新整理一遍给你们，有没有？因为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我再反复的来交代。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 x 在定义域空间对应到对应域空间，所以这是我的 x 映射过去变 tx，有没有？这 tx， 所以这个很明显，我的第一个要考量的，第一个考量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我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 ，tx 映射过去，然后在第二个空间看它的一个向量表示式，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说，我映射完以后呢，我第二件事情我就先怎么样呢？我再找vector representation。你们看出来？所以那它这个什么？这边的计算我们叫什么呢？叫做就是我们叫做 mapping computing 有没有？你就直接讲好了linear mapping 的 computation 就说线性映射的计算这样子。好，那到底要表达什么呢？这边的式子你发现它是矩阵的计算呢，它就是把整个怎么样呢？所以因为我们在做这一个东西的表现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要求，这样，所以等于是左边这个就是映射之后的一个映射行为，那右边的话是把所有的映射行为交给矩阵，那有矩阵的那个跟那个向量之间的计算，所以那个叫矩阵计算，所以左右两边的计算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定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好，那我现在来看一个例子哈，我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哈，然后呢，我们这边就可以稍微收观一下哈，就说好，假设我有一个R3 映射到 R2 的一个线性映射啊，如这一个 TX1X2 定义成这样的一个线性映射，可以在讲义上可以看到有没有？好，那这个时候呢，我给了两个 basis 哈，我给两个 basis， 一个是这一个 basis， 可以看到3个哈，它是那再给另外这个 basis， 那叫我们求它的矩阵表示式，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嘿。那这个我很简单的做一下，所以我们还要看它的数学行为，有没有看出来？所以没有什么太困难嘿，我要看它的数学行为。那第一个数学行为我就带进去，那这个 routine 的工作很快的做一个收官，细节部分你们就自己再算等于1，因为负1等于什么样呢？那这个怎么去求出这个线性组合，在前面讲过了，解联立方程组。好，那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不讲了好，所以第一个所得到的怎么样呢？它的 column 就等于什么呢？等于负7 4。那第二个一样，映射过去110好，我看看对不对？没有错好，那就等于什么样呢？5负4有没有？这个解出来什么？这个数很可怕，这个是某一个学校的入学考的考古题那因为当初我这个收集在写这些讲义的时候都在解人家考古题所以解得很辛苦那你看，那这个在第二个向量映射到这一个 W 空间就变成负33 19，有没有？那第三个映射过去它等于是100，那它等于31，就等于负13 13再加上8 2 5，我们看到，所以它得到什么结果？它就得到 TV3 第三个 column 负13 8，这是好了正8正8。好，你可以看到那个结果，我们看出来。好，那最后我们赶快收官。所以我找到了3个 column 已经找到了，有没有？所以我赶快做一个收官，所以这个题目就可以交差咯。好，这个是某一个学校的入学考题，有没有看到？那我现在写的很轻松，但是你要算的时候小心不要把这个第一个 column 解错了，那第二个 column 也给解错了，那中间只要有一部分解错的话，这个考试碰到比较凶悍的老师会给你0分那好一点老师会给你扣分所以这个自己注意一下是33 19那负13 8，有没有？哇，太重要，所以这里的话你们可以看到说这里的话几乎是很重要的一个 topics 所以原则上 matrix representation 就把所有的那个 linear mapping 的行为呢交给这一个 matrix computing 的行为这样所以这个就是线性代数里面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理论之所在那大家呢记得这一节是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完全弄懂，那整个后面的那个线性代数的学习呢就会非常顺畅好，那我们这一节呢就先到这边。